Arc Raiders 第二次的遠征消息來了，我想借由這支影片來跟大家懶人包說明一下這次的遠征，以及我目前對於 Arc Raiders 的現況的看法，覺得還值不值得入坑。Hello， 大家好，我是貝塔。最近呢，持續有機會帶一些新手打 Arc Raiders， 也算是蠻了解新手的一些痛點還有疑問啦。如果你對 Arc Raiders 的遠征還是似懂非懂，我想借由這次的機會來完整解釋一下。首先，如果你還不知道什麼是遠征，第一次就是上次12月那一次還沒有參與到的話，這個機制呢，基本上就是角色重置，同時給你更多的永久 buff。那遠征比較像是給資深玩家或者是這種投入時間高的玩家的一個挑戰，去收集各種材料還有金幣，定期給老玩家重新體驗遊戲的感覺，同時也把自己的角色加上一些 buff 的機制啦。角色重置包含角色等級、技能點數、工作台、倉庫、故事任務，全部都會清空。那會保留的東西呢，包含你現在就有的角色造型、成就、排行榜、地圖等等。不過 Arc Raiders 比較特別的是，它沒有強制你一定要參加，你可以不參加遠征也沒有關係。我覺得 Inbug 在這方面非常用心的去淡化賽季的感覺，不會讓你有賽季一定要打滿等，然後下一季角色又要重來的壓力啦。那在開始聊官方更新之前呢，先給我一點點的時間跟大家聊一下 Gear Up。如果你最近有看到我的影片就知道，我玩射擊遊戲幾乎都會開着加速器。自從我使用 Gear Up， 過去遇到的lag問題、掉風包的問題都一併解決了。它的操作非常簡單，選擇遊戲，選擇伺服器，然後一鍵加速。台灣玩家連到歐服或者是美服都不是問題，像是我連去歐服，不但ping低，連線又穩定。比較有感的是它還有防掉包機制，以前常遇到瞬移拉回或者是子彈判定異常的問題，在網絡穩定之後真的減少了很多。現在如果是新用戶，輸入折扣碼 Beta 就可以免費體驗。新用戶現在還享有4折的優惠，那年費的方案也折扣下來蠻有感的，算下來呢，1個月大概就是1杯的飲料錢。鏈接呢我會放在資訊欄，大家記得點擊試試看哦。OK， 我們拉回來，先來聊聊這次的官方更新。第二次的遠征報名時間是2月25號到3月1號，那能夠再取得最高5點的技能點以及更多的倉庫空間。那上一次呢，你會需要花500萬金幣來換5個技能點，100萬就是1點。這一次呢 ，Inbug 降低了門檻，變成300萬就能換5個點數，60萬就能換1點啦。那我覺得是合理非常多，也是非常棒的改動。當然，如果你是上班族或者是家庭，那你可能還是会需要花一點時間去賺這個300萬。不過呢，現在距離遠征還有3周啊，中間呢有1周的過年時間，有可能有些人會沒機會碰到電腦啦，所以你大概還有2周到3周的時間可以趕一下進度。那現在可以趕快趕起來哦。我覺得呢，300萬是從現在開始都還有機會做得到的。這次也新增了追趕機制，如果你有參加到12月的第一次遠征，但是沒有收集滿500萬，就是5個技能點的話，這次有開放可以再把上次沒有追到的技能點再補起來。那每一個技能點呢，現在只需要30萬哦。不過呢，官方有提到金幣呢是會先用在這次的遠征，才會再去補上一次的。也就是呢，你會需要先收集滿這次5點的300萬，然後剩下的呢才是這樣30萬的去追之前的點數。以我自己為例哦，我12月有參加第一次遠征，但是我只拿了3個技能點，那我還需要2個，所以呢，我會需要先收集300萬，就是這一次的，然後再收集60萬去追上一次的那2個點數。那我自己覺得這是很合理的啦，而且對我來說是非常有感的。獎勵的部分，對於持續出發的玩家，也就是上一次還有這次都參加遠征的玩家，倉庫空間呢由12會變成24，就是呢只有出發一次是12啦。那技能點數呢會是這次額外加5，如果再加上上一次你也拿了5點，那就是一共10點啦。第二次的遠征玩家也會獲得拼布衣套裝的進化版，新增4個切換選項，還有2個配色，那以及全新的破爛套裝。那這個破爛呢不是真的破爛，是套裝的名字啦。但是那個套裝應該是看起來很破爛的，所以就是 anyways。那 buff 的部分呢，持續參加遠征的玩家，經驗值會從5%變成10%，攻擊材料從6%變成12%，然後維修價值從60%變成70%。那選擇不在遠征的玩家，這些 buff 都會重置。官方這裡也放了一張圖，說明第一次和第二次遠征的差別，大家可以看一下。第3次遠征呢，目前還沒有更多消息。然後在這裡也快速跟大家分享這次遠征需要收集的材料，這裡分享幾個比較難找的，包含冷卻線圈、出逃模組、頻率調變盒，還有離子建設器。冷卻線圈是屬於工業屬性，可以在大壩戰場的水處理控制室、水耕園頂綜合設施，還有發電綜合設施尋找。網絡上有人在這2個塔一次找到2個哦，你可以試試看啦。剩下的3個東西，只要到新城山的組裝廠隨便開箱子都會出，那可能要多跑幾趟去收集啦。那切碎機跟跳躍者都很好對付，我上一支影片有教，大家可以去看看啦。最後來說一下我對 Arc Raiders 後期現況的個人看法，還值不值得入坑？老實說，我覺得現在我已經對這個遊戲的大後期呢，漸漸感到無聊了。一開始對遊戲呢，是因為有很多未知，然後也比較有新鮮感，那也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遊戲機制啊，然後了解玩法、了解武器等等。過去幾個月也的確是玩得非常開心，但我玩到大概200個小時左右呢，我就覺得
開始好像玩的都差不多了，包含最大只的機器人，像是女組長還有女王，我都已經打過無數次。那我對於 PVE 的排行榜呢，又不是很有興趣。那 PVP 的部分呢，這個爭議很多。那我自己是覺得爾虞我詐的部分有點太多了，會很容易讓人心情不好。那我也不是很喜歡去打那些單純只是來解任務的玩家哦。那大家上班都很辛苦了，下班只是想要再更和平一點而已。真的要 PVP， 我會去開 COD、戰地風雲，或者是像最近在玩鬥陣特攻，認真的打射擊遊戲。那 ArcRaiders 呢，我還是很喜歡他在 PVE lobby 中，大家都是有默契的善良，甚至會一起去打 ARC， 然後互相幫忙，然後一起 have fun。那如果你問我現在還值不值得入坑，我的答案是肯定是值得的，而且我甚至會覺得沒有玩過 ArcRaiders 是有點可惜的啦。而且它沒有什麼賽季的感覺，所以你也不會覺得 miss 太多。你現在加入呢，跟一般的玩家在玩的其實也差不多，都是同一個游戲。那我也很期待 Inbox 盡快推出更多有趣的機器人啊、大事件，甚至是更多有深度的故事劇情。你不覺得每個商店的角色都超酷，而且超有事的嗎？好像每個人都有很多自己的故事可以說。我覺得目前的故事篇幅實在是太少了哦。好啦，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希望對你有一些幫助。那我是貝塔，我們就下次見啦，拜拜。